刚刚本来是想说我要把每一个阶段的东西都整理好，然后再一个一个介绍。结果后来发现真的太多了，而且真的是很 Q ，QQ 的小朋友，好年轻的周杰伦哦！哇哦，这很厉害！为什么我会留2包卫生纸在这个地方？以前很喜欢写无印良品的本，这种全部都白的，其实就是画一些图啦，然后记一些笔记，然后每一页都要画得满满的。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写一些奇怪的东西。以前很喜欢乱涂乱画啦，然后那时候读书排自习时间表，从下午1点开始，全部都在读书，读到9点半。疯了吗？连叔父都有课表，他课表还画成这样子，疯了吧我？因为我们那一届是第1届学测考作文的，所以我们就有开如何写作文的这个讲座。我的字，跟你讲，我现在的字已经没有那时候美了，写得非常认真。那时候没有什么手机可以用嘛，所有的要记录的东西都要手写啊。这是荣家的签名，以前主持音乐节目很有名的一个女主持人，她是我们和平的学姐，然后我还写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页，荣家的签名。我如果没有写这一句话，我完全看不出来这个是什么。哇，第1集的我会画一些丑丑的东西，因为那时候喜欢一些猎奇。这个期间是我最认真在写这种小本本的时候，但是这本买太厚了，如果这一本只有这么厚，这本就是完整，后面这么厚都没有用到。然后奇怪的99元小说，哦，那是那时候红石口袋的人设，都是很以前的人了。就是捡到钱的感觉。这是什么钱？Philippines， 菲律宾，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去那个长滩岛啦，我现在能不能用了？有什么很厉害的东西呢？老二摄影，不要乱讲，这间店叫老二摄影。哦，这是我阶段性的照片啦。还有我妈用什么？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那各留1张就好了。国小有2个版本。国小还有一个比较丑的版本，为什么我要这么邋遢的拍大头贴？这张真的超美，我以前小时候这张最美。这是我国中的时候的毕业纪念册。毕业纪念册这种东西呢，我发现还是得留，因为他们都很精装。我国中的时候是一般4.1，国中的时候就在潮了。这个是飞轮海的写真呐、啊，哇哇哇哇！这个谁舍得丢啊？我突然看到这个，为什么要再把它拿出来讲呢？因为这张是我人生中的第1张罚单，违反公路法事件处分书被丢了。然后又看到了一些板板，然后跟你讲这一叠厉害了，这好像是申请高中的时候，你看多少奖状来了，我们看一下，2年级女生400公尺第3名。自音自习比赛成绩优异，获得佳作；防治帮派渗入校园海报比赛佳作；台北市第1届市长杯校际游泳大队接力竞赛混合组第2名；国中组入选画心情忧郁情绪疏解跨区绘画活动；游泳检测通过证书；体适能银质奖章证书；体适能银质奖章为什么有2张？优良学生，他就是优良学生。2年级网络阅读比赛成绩优异佳作，字音字形佳作，水墨画优等，铅笔画特优。那时候能参加的比赛都参加。女400公尺第1名，优良生涯学习档案比赛佳作，钢琴演奏程度证明书8级。我钢琴没有学得很好啊，这是我的学测的成绩256分，看我的社会就是这么的烂。国英数啊，总共错2题。自然一般般，写作满分，但是不算分。400公尺店，我是有多爱参加400公尺啊！第2次期中考全班进步奖第2名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文科小老师，这好像是老师自己做的，我觉得这可以留。这是我的辉煌成绩耶，这东西厉害了。迪士尼经典公仔台湾珍藏版 Seven 换的。有没有全套？我跟你讲，这价值连城了啦！现在这很厉害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真的是我一只一只去收集的。我刚看到这个，我整个眼泪快流出来了。现在的 Seven 虽然一样有换奖品的这个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收集的感觉是最强烈的。我觉得 Seven 完全可以复刻这个东西，就很赞嘛。宝可梦第1代之类的，虽然他们的做工不是到非常非常的细，但是就是看自己这样子一个一个把它收集完的感觉，真的是很棒哎！我记得还有银色跟金色的，那是后来的事了，这是一开始的版本。它会附一本这样的故事书，就是会讲这里面的公仔的历史。
然后这已经立不起来了，这是一个电影院，这一定要留吧？没有理由不留了。如果你家里也有这个，留言让我知道，你应该要把它打开放你家里。我天啊，东西真的太多了！我刚刚又收了好一阵子，真的是好一阵子，很多都是这种，就是一些跟朋友画的图啊什么的，然后还有几本这个玩那个 Lomo 相机，Lomo 相机光的需求很强，所以就是浪费了超多底片，全部都是玩 Lomo 相机的成果。然后一样是一些笔记本，这本笔记本为什么要特别讲呢？因为这本笔记本确定了我们红石口袋的人设，这是我的，我是紫色的帽子，然后白色的上衣，然后会有牛仔裤。我记得这个当时有 po 在红石口袋的 FB， 那时候的伊肯、杰瑞、尊爵帮大家做这个人设的部分，那个时候的团员哈记现在还在做 YouTube， 然后双月、吐司、平凡，很多现在都已经进入社会了，不在了。阿鱼、小黑，因为这个是确定人设的时候，所以是很初期的，安啾是比较后面的时候加入的，所以就没有他。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做 YouTube 了，然后会写什么时候要开会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都会超忙，然后现在做久了以后就是一点都。然后你看还有什么？我9000订阅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？然后那个时候有在做 RC 的音乐台，然后这是那个时候做的笔记。哇，超多这种笔记本的，而且就是后面都会有很大一部分用不到，我到底是为什么？然后这边有一个 memo 是要特别讲，因为我以前超爱算数学，我就神经病，然后就是有一本专门在算数学的各种算式，随便乱写来算。我觉得爱算数学的人都要有一本这个吧，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也是一堆空白的。我以前看书是这样，放在桌上，然后旁边就是我的课本或者是一些习题，然后我就会这样子，完全没有在看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把想写的东西先写，然后再回来开始算。我里面的算式呢才会这样子上下左右，就是根本就没有在对齐什么线的，所以有时候我重叠到别的东西了，我不知道。我以前是一个挺上进的学生，是吧？不过这里是一定要丢掉的了。然后这边呢是我的小学的辉煌事迹。这一本比较少，这一本比较厉害。立定跳远，品学兼优，美劳比赛雕塑第3名，美育优，智育有德智体群美嘛，创意思考奖。然后以前呢，就是学期报告、成绩单一定要全部都是优或是最高级的，不然我就是会不敢回家。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奖状真的超多的，6年级篮球斗牛比赛冠军，园游会摊位布置第1名，台北市91学年度儿童美术创作春季展，这好像是有参加的就会有这个奖状。绘图比赛优等，就是小时候怎么这么优秀啊？我不会想要鼓励大家尽量拿奖状，或是尽量得到奖状才会变成很好的小孩。我觉得竞争这件事情是好的，但是不要为了得到一个名次去比赛，而是说可以靠着这个比赛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。我以前是太爱竞争了，所以什么东西都要参加，连这个都有视力优良状元啊！我到现在也是没有进士的啊，这奖当之无愧。全国交通安全英文比赛第2名。全国的听起来就比较厉害，而且全国的那个纸还不一样 ，elegant 一点。所有的内容都一定要是最好的。如果有一个不是优呢，我就会觉得我完蛋了，我这一生毁了，我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以前就是一个对自己要求超级高的人，我爸妈不是会对我的成绩有非常的要求的，但是他们看到我成绩很好的时候，他们会很放心，所以就是让小朋友自发性的去做竞争，自发性的去做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然后呢，这边是一些高中的东西，校庆吗？还是春季舞会？然后我们还特别拍了一个这个热音社，我站 C 位，整个就是酷。这些人应该觉得这是大爆黑历史。然后这是我设计的第1张表演的海报，这是我用电脑画的，写在一张 A4 纸上，然后扫描到电脑里面填色。然后这是热音社的迎新，以前真是多才多艺，丢了。然后再来是飞轮海专辑，这是一定要的，留起来。还有我终于找到我国小的毕业纪念册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很美，是我最美的一段时间，就是小学6年级。我来这，真的是找专业的摄影拍的。哇，你看我这样多美，你看我这样长得多漂亮，人家一定觉得这女的长大一定了不起，一定是个大美人，殊不知长大以后变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为什么要留起来？那个时候高中你只要先上了大学，
就会窗户上贴你那个时候上的科系。那时候我上了2个科系，分别是海洋大学的海洋环境资讯跟东华的应用数学系。我刚刚有没有讲，我是从2类转到1类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呢是贴在1类的窗户上。那当1类的窗户上呢出现如此2类的科系的时候，我觉得实在超尴尬的。大家都是一些什么法律系啊、地理系啊、英文系啊，只有我在那边应用数学系。然后再来这些是我大学的原文书。我跟你讲，原文书这种东西真的是很贵，但是你呢这辈子你会把它翻开来几次哦。首先这是我们的国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学的时候还要学国文，我们是2类的学校，我后来是去读海洋大学。大学都在学什么？我已经忘记这是哪一科了。对，这个也是一个原文书，这好像是英文，这也是啊，这就是洋流啦，这我看得出来。你看我以前的考卷啊，我完全忘记我在写什么啦。这好像就是当时就是把东西背一背，然后能填上去就好了。我真的觉得我大学那段时间有一点点在浪费我的人生，我没有很认真的在读书，因为我选了一个我觉得就是随便我可以毕业的科系就好，殊不知我选了一个太 hardcore 的，而且那个时候因为真的太难了，然后班上很多人会被当嘛，所以呢，老师就会很仁慈的会说什么，如果你真的不会写的话，你可以把题目抄一遍，他就给你0.5分，然后一题可能是3分。所以我那时候有很多就是题目抄一遍的那种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为了读大学去读大学，就希望家长们不要给小朋友一定得要有大学毕业证书的这个想法。我觉得大学这段时间是学习的黄金时期，出社会的学习能力也会很高。大学时间如果你可以很有兴趣的东西的话，你的吸收力也会很高。但是我读了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呢，就是应付了事。我现在也完全把这些东西全部还给老师了，然后这一本呢都要2-3千块，反正就是很贵。所以你看，我高中的时候还算是一个很辉煌的人，在学业上还算是有一点能力的人，但是上了大学之后，我就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了。好呢，再来这一个袋子里面的东西呢，它是那个时候去参加很多学校迎新的本本，就是热音社他们都会做一个小本本，然后很多，我就都留着。好，这个东西就是也是要丢的。再来呢，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个东西是3.5磁片，这是我小时候在用的。如果你其中一个 email 呢后面是yahoo.com.tw 的话，是那段时间申请的。然后以前有学有一段时间泡心算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像是你要算75加89的时候，你觉得在心里慢慢偷按那个心算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学珠心算是很有用的。但是我后来也是忘了，太久以前了，这是我国小的时候学的。这一把是我觉得最好用的，所以才留到现在，但是应该也是要丢了。然后刚刚发现一个黑暗磁碟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回去查查看里面是什么。这个呢是我的2个议长奖，你毕业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全班的第2名，你拿的就是议长奖。这个是国中的议长奖，国小的议长奖。高中毕业的时候好像不算是前几名，因为高中已经是靠学业的能力去考到的高中，所以考上的那个高中的能力都是跟你差不多的人，所以你就很难在他们前面。所以我想我高中没有拿到议长也是很合理。而且为什么我都拿议长呢？小学的时候，在6年级的时候转进了一个很聪明的人，我从小1到小6上学期都还是全班第1名，他转进来以后我就变第2名，我一辈子的痛。大概就是这样了。总之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个喜欢，想去看可以按订阅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